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 UI Design 教学影片。在这堂课中，分为4个章节。第一章节介绍和概述，第二章节为图形和 Web 用户界面的特征，第3章节为介绍 GUI 图形使用者界面设计的原则及实际案例的应用。第4章节介绍手机的 UI 设计。在这次课程中，可以学习到 UI 使用者界面的观念和应用，希望对同学们在设计界面时可以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一章分为3个部分，我们会先介绍认识什么是使用者界面，再来介绍其重要性。第2个部分会列出能够提升使用者界面的方法。第3部分会让各位同学了解使用者界面的开发流程。使用者界面 UI 指的是一系列人与设备互动的屏幕、页面、按钮、表单和其他可视元素。界面设计 UI Design 或界面工程是用于机器和软体的使用者界面的设计。它的目标是让使用者能够简单又有效地完成动作，并且最大化实用性和用户体验。使用者界面通常是用户在其屏幕上直接与之互动的对象，例如这些对象包括文档空间、主页、对话框、图标、图像和动画。接下来谈到用户界面的重要性。若把网站比喻成商店，商店里有很多产品，大家进入商店前会有一个购买清单，清楚的路标可以帮助用户实现其目标，让用户更快地买到他们清单内的产品。因此，网站应该像商店一样，透过有效沟通、鼓励、对话，并简化最终目标，让客户和潜在客户了解更多组织及其产品与服务，包括更多的产品细节或更进一步的购买流程。员工在实体店中促进此流程，就如同用户界面在网站上促进此过程。它扮演着留住客户与潜在客户与否的重要角色。这就是用户界面的重要性。可用性 （usability） 是成功用户界面的基础。好的用户界面也是建立好的用户体验的最简单过程。良好的用户体验有助于巩固客户与品牌的关系，也是整体客户体验最重要的部分。以下将介绍7个能够提高可用性和增强用户品牌体验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，用户界面尽可能直观，在屏幕内和屏幕之间提供简单的导引。提供使用者有明显的逻辑过程，让他们可以循着界面上的提示找到目标，并且让互动的过程从浏览到能够引人入胜，进一步的让使用者停留。像这个网站就提供一个良好的回馈机制，在使用者完成动作的时候，马上给予正面的回馈。第2个方法是限制讯息量过载。根据 KISS 原则，大约有5秒的时间来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。拥挤的屏幕可能难以导引和处理。不要提供所有你想要提供的讯息，因为太多的选择或太多的讯息，往往会非常压迫。这个网站就是将次要的资讯使用较不抢眼的颜色和背景，引导使用者注意主要的资讯。第3个方法是利用讯息和标签补充说明，透过讯息和标签的补充说明来减少挫折感，并且降低离开界面的几率，以减少查找相关资讯所需的时间。例如，这个网站在需要使用者填写的栏位底下，注明这个栏位适合放哪一种资讯，并且会出现在哪些地方，降低错误率。第4个方法是适当地将事物分类，透过有效的分类，能够简化讯息，并且增强网站结构，在适当的时间将相关讯息置于首位。
这个网站就有条理的划分讯息的种类，即使没有颜色引导，也可以快速找到所需的资讯。第5个方法是保持整个网站的一致性，透过保持颜色、标签位置以及标签操作的方式的一致性来避免混淆。这个网站在不同网页就换了版面形式和主要色调，让人误以为点进了不同的网站。第6种方法，使用适当的图形和语言，确保图形和语言适合目标受众，并且尽量避免可能被误解的象征，以利有效传达品牌并提高可读性。例如，这个界面的图示就明确地引导使用者按下正确的按钮。第7种方法，避免分心。过度使用移动和闪光灯可能会分散注意力。像这个网站原本在界面中应该被注意的是蓝色按钮，但是上方橘色栏位太过抢眼，分散了注意力，因此应该避免将次要讯息用太抢眼的颜色。介绍完7个提升用户界面的方法后，接下来向各位同学简单介绍用户界面的开发流程。用户界面的开发流程大致分为3个阶段，从设计、实作到最后的测试。首先，在第1个阶段设计的时候，开发者会有5个步骤：功能要求，确定应用程式的初始要求和目标；用户分析，确定用户的使用情境，并了解每个情境的用户需求和期望；概念设计，为应用程式必须使用的基本物件建模；逻辑设计，设计应用程式的使用流程；物理设计，确定如何在平台上实践逻辑设计。在实作的阶段中，会有2个步骤：原型，开发者会使用纸和简易可互动的屏幕模型来模拟，但不包括令人分心的视觉设计元素。构建应用程式并提出设计更改的请求。最后一个阶段是测试，会进行2个步骤：可用性测试，让各种用户和各种使用情境测试应用程式；可存取性 （accessibility） 测试，使用可存取性的技术和自动化测试工具测试应用程式。经过最后一个阶段验证过后，界面设计的开发就完成了。下堂课要介绍图形系统界面和网页界面，请继续收看，谢谢大家。